国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为何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热议？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到底是什么？不久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在8月份测试了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能在轨道空间环绕地球1周，然后精确下落击中目标。甚至美国专家认为，本次中国发射的航天器不可思议，甚至违背了物理学规律。在美国媒体发声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回应，宣称8月份中国的确进行了一次秘密测试，不过测试的并不是进攻性质的导弹，而是空间飞行器，将来发展空天飞机用的。当然，如今外界依旧认为，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不过，最近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是苏联时期的旧产物》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在8月份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是苏联70年代导弹的翻版。也有文章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全球快速打击武器，它就是基于一个名叫神龙的空天飞机项目，是美国 X-37航天器的缩小版。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这两种与中国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有没有关联呢？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神龙空天飞机项目。神龙空天飞机为中国正在研发的跨大气层飞行器，是863计划支持的其中一个项目，网名合称东风 21D、歼20、神龙，为解放军3剑客。2012年6月，由中国湖北媒体首次主动披露证实，中国正在研发神龙空天飞机，也就是类似美国 X-37B 的无人太空飞机。这表明中国已经克服发展空天飞机必须要克服的推力发动机这一重点难题。同时有报道指出，随着中国神龙空天飞机的试飞成功，中国在短短2年0.3个月的时间里，神龙空天飞机突破克服了4大关键技术，创造了参加飞行试验发动机的5项先例，获得6项国内之最的辉煌成绩，也创造了固体火箭发动机从研制到首飞的最短周期记录，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在设计与研制水平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而 X-37B 空天战斗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无人且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机，由火箭发射进入太空，是第一架既能在地球卫星轨道上飞行，又能进入大气层的航天器。同时，结束任务后还能自动返回地面，被认为是未来太空战斗机的雏形。其最高速度能达到音速的25倍以上，常规军用雷达技术无法捕捉。其中 X-37B 已于2014年10月17号完成连续飞行超过674天，但是项目发展至今， X-37B 的存在价值一直备受争议，而且美国军方一直很少透露它的任务与行踪，令外界一直对它有诸多猜测。其中外界也有很多认为 X-37 的实质就是一个太空战斗机的意见。然而，美国空军副助理部长佩顿则解释， X-37B 只是航天飞机的升级版，否认是一种太空战斗机。就用途而言，美国试飞的 X-37B 太空战斗机是采用运载火箭运输，因此它也就只能被称之为外太空战斗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空天概念。而从研发阶段来看，神龙则更多是一种试验样机，甚至是缩微版本的空天飞机，距离真正使用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工作，其中主要包括大推力冲压发动机、大载重量的运输飞机、抗极高温的复合材料等，这些也都是对中国技术实力的重要考验。所以就这些方面来看，这两者之间也没有特别的比较价值，因为中美两国对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十分隐秘的，能够了解到的信息也是少之甚少，所以中国不会在这样一个项目的基础上去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这样的猜想肯定也是不成立的。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苏联的 R-36弹道导弹。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苏美两国的军备竞赛逐渐步入白热化阶段，而冷战在无形中也极大地促进了军事装备的发展进程，堪称世界之最。而核导弹的出现更是成为了当今世界乃至未来数年中最大的军事威胁。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前苏联研制的第3代洲际弹道导弹 R-36弹道导弹，它具有威力大、射程远、精度高、威慑力强等特点。该型洲际导弹起飞重量最大为200吨，最大射程为12000千米，原概率误差最小为185到220米，
导弹威力最大为2500万吨炸药的重量。前苏联研制 R-36弹道导弹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是属于领先的地位，也是只有美国可以与其一较高下。但是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60年代以来就开始恶化了，就是处于冷战的状态。那么中国怎么可能知道苏联 R-36弹道导弹的研究成果，也就不会照着苏联来研制出弹道导弹。况且苏联的 R-36弹道导弹只是在当时领先于世界，那么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会有更多先进的科技加入进去，从而研制出更加具有时代性的武器，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完全是有能力通过自主创新来研制出高超音速武器，以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所以说，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是70年代苏联 R-36弹道导弹的翻版，那就更加是无稽之谈了，根本就没有事实的依据，是不能站住脚的。再说，从时间来看，中国的东风6号导弹在时间上也要比苏联的 R-36弹道导弹还要早。东风6号导弹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采用3级动力，第一级是400吨推力常规发动机，第二级是活塞式发动机，第三级是补燃发动机。在如此复杂的推进系统的驱动下，东风6当年给出的数据是射程2万千米以上，单枚可以高速绕地球打击，并且由于动力强，它的卸载量也非常高。据悉，它能携带一枚当量为5000万吨 TNT 的氢弹头。当时中国因为受苏联的刺激和启发，也开始了如此大当量的氢弹的研发。据悉，按照当年中国的计划，这种氢弹装在东风6号导弹上，必要时可以打遍全球任何角落，而且只需要保持装备120枚左右的数量，便可以毁灭一切。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有限，无法完成如此先进的导弹，所以只能遗憾下马。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科技技术飞快上升，已经具备了研发这种末日武器的一切要求。所以网上也有网友说，中国要重启东风6号导弹，毕竟这款武器只要成功研发，即使是在敌国上空被拦截，也照样能毁灭目标，发挥其巨大的威力，将敌军一网打尽。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此次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很可能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很可能是以东风6号导弹为原型，在其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与创新，使其更加的完善，也能够将其最大的威力发挥出来，在必要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国之重器。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或许需要等到官方公布出来，但是可以肯定，等到它问世的那天，必定会让世界感到震惊，也能对西方国家起到威慑的作用。